好，侯友宜说要团结哦，而且呢，多次跟韩国瑜通了电话了，聊了电话了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人说了哈，反正大家就批评，就是说啊，侯友宜那天这个有跟韩国瑜说拍谁啊？那为什么事先都不联络呢？这样，他说我不是没有联络，我已经很多次也跟他这个在电话上聊过了哈，而且至少3次跟韩国瑜约见面，但是刚好都没约成啊。那而且呢，人家就说你为什么现在才隔空喊拍谁？他说当天黄复兴党部聚会也已经当面跟他说拍谁啦，哦，他说拍谁啊？然后呢，韩国瑜是说没事啊，当时这样哈，所以呢不是没讲啊，不是现在才讲啊等等哈，他主要都是在解释，因为外面的质疑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3通电话找韩国瑜，说你是消费韩国瑜。哎，侯友宜说我们兄弟会再少时间见面，会再少时间聊天啊，所以王浅秋也说不要过度消费韩国瑜啊，所以3次都约不到哈。侯友宜说真的有情有义的兄弟，理念一样，没有什么事是不能沟通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只要是真心都没问题哦，总有一天可以促成。不过现在球还在侯友宜身上。啊，这是王浅秋，因为王浅秋跟韩国瑜关系很密切啊，当时韩国瑜的发言人哈，也是他的局长哈。那谢龙介是说呢，侯友宜讲的是真的啦，因为这中间安排3次都是谢龙介去安排的。哦，谢龙介说呢，的确哦，这个第一次哦谢邀韩一起喝茶哦，然后呢，但是谢龙介要求呢说大家一起喝茶，韩呢另有行程，所以不能见。第2次呢。韩说：“那干脆我请侯友宜吃饭好了，来台北请，但是也没请成，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啊。第3次呢，说在云林这个侯友宜到云林去看，但是韩国瑜另外有行程，所以也没有出席哈，所以3次都没见到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谢龙介也说，那天不是在讨论那个椅子到底谁移，怎么回事吗？移比较远，谢龙介是我移的啦，因为谢龙介那天站在韩国瑜后面了。”现在就我移了，为什么他移了让韩国瑜能够出来上台讲话了？所以是我移开的。侯友宜只把椅子又调回去，调正而已哦。那另外呢，谢龙介说有影片为证啊。哦，侯友宜说，哎呀，过去的我们都要学会放下，过去就过去啦。哦，等等哈。那这个林涛有发起啊，说呢，小鸡要去挺侯哦，他们做了公车广告，我们看一下。至少有3次。要跟韩市长约见面，因为韩市长临时有事，就没有办法见到面。其实这时候是有真心的一个事实话。只不过约了3次却被爽约，难道是诚意？韩国瑜不买单。刚刚讲的，只要是真心的，都可以有机会能够促成，绝对不会是韩国瑜刻意要去抗拒。党内整合这里路还很长，因为换侯声浪持续不断。1月23号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后援会、造势大会。那我相信这些一场一场的举办，就会把这些声音消弭下去。全代会前最后一次中常会，据了解已有常委提案签名联署，希望党中央2个月内整合非绿阵营后再提最强人选。翻译举落吃下去就是2字，要换侯。比赛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障碍。我不但会超越障碍，我更会往前冲。党内同志狂布雷，侯想反攻前还得先努力排雷。好，老沈，你什么意见？我2天前跟金小刀通过话了，我就给小刀讲，侯友宜的个性像是高一个雕点，这个性没改进，你要叫他如何去演嘛，因为其他2个都在演啊，你不演你就输了。但是我后来因为报纸登了这则消息以后，我其实再想了一遍，我觉得演不是一个适当的字，是玩。你知道吗？现在这些候选人都玩来玩去，我看你切头来切头去，不止这些候选人在玩啊，韩国瑜也在玩啊，朱立伦也在玩。但是你要玩的不输，就是你对人无所求，而且我实力在不得惊我那假亏我了啊不要紧。这里头玩的结果，玩的输的最凶的是谁？是朱立伦。朱立伦分成2个阶段要整合人家，就是第一阶段要玩郭台铭，第2阶段要玩柯文哲。你有什么本事？你也没本钱，你是不是讲记者现在基本被人倒过来被人家玩了？所以呢，我碰到
像这种侯友宜跟韩国瑜两个互相，你说他在斗吗？你讲斗，人家骂你啦，说哪有斗同志啊？但是两个人这样呢，我在底下咧偷监工的行哦，一看就知道你侯友宜怎么是韩国瑜的对手呢？当你知道你不是韩国瑜的对手，你的杂工，我今天是有求于你，而不是你有求于我。何况过去还有一点小小的过节，这个通通加起来，如果要我10分的表现来表示我的歉意，我应该要表现50分，5倍啦，5倍。而且我们是跟他私底下讲啊，是的哦，拍谁啦？你要不是要给韩国瑜听的，是要给韩国瑜所有的韩粉听的，是要给全国人民听的。我来道歉，讲实例，讲哦。拍摄讲到让大家感动啊！讲哇，韩国人加入勒索，唔捌看呀。侯友宜啦，还有侯友宜啦，讲这做警察的人哦，拍死的人，安尼即嘛勒索这搞呢？你大家讲你勒索上过头，唔是安尼吼，这势力、这精神、这拍摄啊，做未到，带一遍，搁补一遍，搁补一遍，后边这补的凸显你的，就是身段放不下来嘛。你欠人嘛，啊！你要救人嘛，啊！你要填人的票嘛，啊！你要有遐人哦，本来看你的给干呢，看你就碍眼，啊！现在要不碍眼，而且还要支持你，这何其的困难呐！侯市长，这个何其的困难，你连这一点都不了解，你真的是有待金小刀好好的给你管教啊！来伟汉，来伟去，来伟汉，对不对？伟汉。我倒想问康哥哦，因为康哥那一天7月3号。你专访侯友宜就在我们这个摄影棚嘛，你也是问他说要不要跟韩国瑜正式道歉，对不对？那他也不置可否嘛。我这样讲好了，我访问人一向是主随客便，你也知道我既然你来了，就让你尽情讲嘛，我也不会给你难堪。那如果我知道侯友宜不愿意道歉，我也不会问他那个问题，对，我不会问的，何必嘛？我访问你干嘛，对不对？只是因为他讲到，他已经讲到说希望大家包涵了嘛，对，希望韩国瑜跟韩粉包涵。我想包含就一讲到包含了，那就是不是道歉啊？你是不是就一句嘛？他还没讲了，这个是有限度的道歉啊，就是已经讲到包含了，所以我才就是等于是顺水往下推这样而已。我为什么问康哥这个问题啊？因为那天你专访侯友宜是7月3号，往前推2天，7月1号在黄复兴玉喜饭店的时候，你也在现场。所有看全程直播，包含我看影片跟看新闻的人，不觉得他已经正式跟韩国瑜道歉嘛？但侯办昨天一直跟大家说，没有，7月1号就已经道歉了。如果你7月1号就已经道歉了，7月3号赵少康还问你干什么呢？然后之后还有好几个场合，记者还问你干什么？你跟林金杰在一起的时候，当天跟林金杰讲说啊，4年前林金杰嘛落选，韩国瑜落选，我做了无搞拍谁？这又是台语的一个学问。拍谁是台语，它有点像是 excuse me 或者是 不好意思啦。对，你应该讲道歉还是悔失类嘛？他讲拍对，所以你的用词都不精确。我很少提到这个例子。郭台铭很多东西，我觉得他讲话口才没有很好，可是他那一次在高雄左营跟韩国瑜正式道歉，我郑重道歉。讲完以后，还有人去问他吗？你以为你他靠龙的记者还去问他，那个裁缝村把他开除了，人家都已经道歉，你再问他要不要道歉？所以郭台铭那个例子就是。标准的 typical 的，你那样子做以后，不会有人在你问你要不要道歉了。没有人可以擒了侯友宜，他不想道歉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却做了那么多次以后，大家还没感觉，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香肠的，你搞了半天，大家都不觉得你有道歉，那你是在干嘛？对不对？是的，基本上这样侯友宜有他的个性，你知道吗？你要再看出身是怎么出身的了。我每次都看郭台铭是业务员出身的。sales 出身的，sales 出身的，你要我跟你道歉，我只要能做到生意，100个歉我都可以给你道啊。郭台铭刚出道是到美国，你记得吗？约了人家礼拜5，人家改到礼拜天，改到礼拜1，他连那个饭都吃不上，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业务出身，你不要看他现在虽然是首富，他是业务出身的。侯友宜是刑警出身的，对不对？刑警出身他就是这样嘛。道歉，他跟谁道歉啊？他跟谁道歉？大家都说刑警他没有很会讲话，这我不是他讲话，这每个出身背景不一样嘛。你看每个那个派出所所长、分局长抓到犯人要跟记者讲话，都是那样。我们昨天抓到一个犯人，昨天上午9点10分在哪里把他，每个都这样子啊。
他的训练，他一路上的这样，虽然侯友宜是后来变了，他不是刑警了，他变成政务官，变成副市长，变成市长。但是我的意思说，每个人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不同意你的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不会改的。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老沈会改吗？你要选总统，你连这个角色转换都做不到。你就休想，我做得到。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你就是不选。我一定，你说不选，市长都不敢选。哎，我跟你讲，我一定低头。我市长，我说我没有达到20%，我就不选。后悔不后悔？不会，因为我说到你那天过奖，你后悔了。我18%，还差2%，我不选就是不选。你那天讲说你早知道18%往上冲也有25%。老沈，不告，我没有同意侯友宜，我不是说替他讲，我是说这个样子哈，你不用选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是讲简单的角色转换。他看弄起来刚回事嘞，你这没搞。我的解释说他的背景就是这样嘛，那怎么办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背景都是这样子啊。我讲一下啊，老沈老大刚才讲的那一段，基本上我都同意了啊。可是我感觉哦，你最近对他比较严格，就严没了。什么呀？就严很严格了，相严。你对侯友宜太严格了。哦，你个公正，你得个先啦。对，出的你这款你他不改不过来。我跟你讲，你是第2大罪人，你是想啥啦？你没有啊啦，你要跟你想啥？想家不好，你知道？想第一啊，找一下。侯友宜他不是没选举过哎，选过2次新北市，他难道不知道选举的人最小吗？他难道不知道去哪里跑一直顶，他做的不够。你看，我刚才先肯定你讲的，但我是觉得说，他知道很清楚，他一直觉得他要道歉，但是不够，大家感觉不够。韩国瑜只要出来讲很明确的挺他，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了。韩国瑜为什么不要呢？还没有，他还在玩呐。不是他还在玩呐，他要考虑到柯 P 嘛，柯 P 是他当初把他体系起来的嘛，从冷灶里面抬出来的，他有一个他是重情重义，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考虑到一个立场。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两回事把它混在一起。我认为时间只要到了，韩国瑜会出来挺他，这些问题都没有了。接下来再回来，我跟你讲。好，那么朱立伦说，因为他们会接着办了很多造势大会哈，那会把换侯的声浪压下来哦。第一个，公车广告上路了；第二个呢，明天全台湾的青年团要开记者会；另外呢，后天全国军公教警消后援会，还有4场后援会哦，力量会团结起来哦。所以呢，7月23号全代会以后，会有更多的造势大会，一场一场会把换侯的声音消弭下去啊。那不过呢，也有朱立伦了哈，也有中常委要朱立伦呢整合2024最强组合，认为现在并没有一个最强组合啊，而且明天要串联，本来是前2天不是要请吃饭嘛，要换侯友宜，但是国民党说呢，换侯友宜的可能性近乎0，不太可能的啊。那另外呢，到底啊这个黄健庭，因为黄健庭有出来说嘛，说国民党有一个 B 计划了哈。郭台铭说哪有？按讲我心很痛，你这样讲哈，你我有没有？我相信有，哦，所以有的意思就是说，不，这很简单嘛，就是说哦，国民党把这个郭台铭说啊，你可以参加什么什么征召，然后讲说，如果你能够这个赢侯友宜，就是你总统嘛，如果赢不了，立法院院长也很好啊，不分区第1名也很好啊。哦，所以这2个并行不悖嘛，并不是说你就不能去参加总统的这个征召的竞争嘛，而是你这个如果成，你就是总统嘛。侯友宜新北市长继续干嘛？如果不成，你来做不分区第1名，对不对？带领立委候选人去打仗也很好啊。哦，那黄健庭是说郭台铭还是说我不一定第1名啊？我殿后排在后面压阵也很好啊，哦，排在比如10名、11名啊，或者是14、15名啊，也很好啊，等等。所以换句话说是有讨论的嘛。但是是不是表示郭台铭就接受我不选总统，我去选不分区？没有，黄健庭也没这样讲嘛。那我在想说，黄健庭为什么要把这个释出来？因为事先他们都讲，郭台铭认为他被国民党骗，说呢
这个国民党内定这个郭台铭的，他是跟你解释没有内定，如果内定还会有这个什么不分区立委，那即使你总统了，干嘛还去谈这个不分区立委呢？说并没有内定，只是有讨论，大概是这样。那因为郭台铭现在一定要塑造一个，就是说我是被国民党骗的，所以呢，我现在有正当性，我要出来自己干，一定是这样。所以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讲法所以黄健庭才说是有一个 B 计划那当然现在过半是否认了是没有这个，而且黄健庭说讨论不止一次，甚至讨论到排名顺位，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名呢，还是在边缘呢？有的人认为说殿后可以压阵大家为了郭台铭搞不好来投不分区那我们多当1-2个不分区等等。但是郭台铭办公室3月10号绝对没有台面下私下接受协议，就是没有受，我相信。这句话也没错，没有接受了，没有说我就是这样了，我不选总统了，我就是立法院。因为郭台铭现在很担心，人家说你到时候立法院长也可以，那你就不要干嘛搞总统呢？他是要赶快要把这个也杀掉说我没有接受等等。但是有没有讨论过呢？有没有讨论过呢？郭台铭能不能讲说有没有讨论？我相信有讨论过我认为是有的。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情，后来不止一次讨论，甚至谈到那个排名的顺位。没获提名就担任蓝营不分区角逐立法院长也愿意，但郭台铭却说这是假讯息。郭董还说不需要把他放在第1名，他可以排后面一点，还有催票的效果。我听了非常的敬佩3月12号那天，郭董跟我约了见面吃饭，我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说的都是实话 ，Plan A 跟 Plan B 同时存在，为了就是不要让泛蓝分裂。一改沉默不语、频繁对来对去，接着郭台铭也再度声明，对国民党高层秉持信任，不能理解黄健庭为何要抹黑扭曲，成为打击友军的武器。且就在这时，蓝营内部挺郭势力台北低调参叙。包括党籍屏东县议长周典论、中常委郑正乾、沈智慧等挺郭色彩很鲜明，甚至表态挺侯的常委徐宏庭也一度要入席。我不晓得因为我是临时被通知，我就过来，那就先过来打个招呼一下。这个会议不是我邀集的，我是受邀来的。第二个，在这里面没有谈到换侯的问题，说密谋有的没有，其实蛮好笑的。被说运作换侯，重申绝无密谋，但集结部分挺郭，偏偏在这风尖浪头，或许解释再多都没用。好吧，反正黄健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绝对没有内定，没有内定谁郭台铭认为你内定侯友宜，甚至呢说你内定我，外面说本来内定侯友宜，内定郭台铭没有，绝对没内定。那郭台铭办公室要讲的是，我们绝对没接受不分区，大概主要是重点这2个吵了半天吵这个，来了怎么看？不是你讲的很好，没有接受协议，因为后来没有郭台铭没有说好就这样办，这一句他没有讲，但是他现在就用这一句来反击所有黄健庭讲的话。但是重点是黄健庭讲那些话，就是说我们讨论过，就是说没有内定，而且最后鹿死谁手。可不一定哦，万一你啦不是被征召的人，这就是 B 计划，但是 B 计划你没有同意这个安尼郭董动不了嘛，这个是突破伊的内底心肝内很幽暗的一面嘛。你想郭董，你刚才讲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不是一个人讲真话，一个人在说谎。一个叫郭野，以郭早4当前是副总统候选人现在那个朱主席把他用了，也就是要建立一个跟郭董可能的桥梁这个基督徒3顿吃饭拢爱祈祷谢饭的人你敢讲也这盘代志，敢讲也讲不出来，你嘛用卡达乌想嘛在，我觉得郭董适可而止了，走到今天搞成样，你跟无路你知道国民党是跟你绝了柯 P 咧，柯 P 看到你来惊死要来甲我并购要来讲，和大哥做一遍，先做4当，再来讲。我讲柯 P 不是戆人咧，柯 P 4当前佮参你妈鸡。不过柯 P 这次讲说，他4年前是来推销他不分区的名单，其实不是，不能用那种推销这2个字了，因为是郭董已经放弃，王金平也放弃，剩下柯 P 可以选，那郭董就说那这样。我没有办法选的话，我就
你们不分区的名单里头，大概前几名可以进去嘛？那我推荐几个，4个5个啊，你看要怎么安排？啊，起码科比条拜啊，一共我是看上高虹安，为什么看上高虹安？因为是理科女啊。学理的又是女的，这也是理由啊！诈骗，你起码讲党打起嘛，都讲个水当当，然后呢，其他我都不要，都拒绝了。然后呢，他又说郭董拿了这些，又去向亲民党推销。哎，我问哪是有影哦？你郭董嘛是，你讲伊是 sales 推销完，啊推销我去关听到，亲民党敢会当比遐，迄个会当分区会当动算的名单。所以哦，郭董你现在我还是惊你啊！国民党是已经把你看不起啊！你四个拢行无路，跟他活在郭粉的心中，这样的一代商场的霸主，落到这种田地，啊，你感觉会艰苦？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纷扰。国民党在这次这个黄健庭跟这个郭台铭看起来是各说各话了哈。那我倒是想先讲一下哈，就是刚这个大佬讲到，就是说侯友宜是勾引哈，加胜哈，我干嘛哈？这嘛是这个选举哦，其实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哈。我觉得侯友宜真的这困囧，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哈，就是大家刚刚讲他道歉的这一趴哈，就是刚刚浅秋有一句他说只要真心总能促成哈。我想他如果真的想要跟韩国瑜哈可以有个更好的一个沟通，大家有提过很多的一个方式哈，但他的困囧里面哦，是不是愿意让大家？我就说那是个说服的过程。更让大家认为他真心的想要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这个是侯友宜要去努力的部分啊。那刚刚提到这个郭台铭。有关这个我们不分区的部分啊，这一届当然还没开始嘛。上一届的时候，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不分区海选出来的哈。那我记得我去海选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走进去，就有媒体问我说：“啊，人家都已经有内定谁了啊，这样你还来海选什么？”我说：“啊，如果海选，那这样就不要公开，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转头就走了哈。”那当然后来就知道说，确实有几位是柯文哲的口袋名单。其中一位就是大家知道高虹安嘛，那高虹安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郭台铭大概提了7个名单，给这个推荐给柯文哲这样。那柯文哲当时确实是因为虹安是理科啦，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民众党就是一个很年轻的政党。所以他当时确实是挑了年轻，然后理科，这是他的一个要素了哈。那当然里面还有其他人，当然用这个字眼用了所谓的兜售，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当然不能这样说了，我觉得是推荐呐，一个是推荐，然后其他有一些人大家也推荐了去了亲民党那边哈。那我们这一次，我想我们这次的不分区也是还是一样用海选，那我相信还是会接受各方的一个推荐啦，大概是这样。领导。其实我们知道黄健庭这个秘书长的个性就是很朴实、很直白，他基本上他就是平铺直叙的把他跟郭台铭董事长互动的过程全部讲完而已。那他也没有要去攻击郭台铭董事长都没有，他手上有没有资料？他当然有，可是拿出来。我觉得他会让我拿出来所有的支持会更焦虑啊，那你要开战吗？所以基本上他是很平和的把整件事情讲完，就是说过去确实有跟郭董事长谈到这些方案，那郭董事长也确实嘛，你知道这个方案，你才会说那不然我不要排第1名，我排其他的方案嘛，代表你非常充分的了解黄健庭的说法。我在这边讲哦，就是说基本上黄健庭秘书长讲完之后，国民党发了一个新闻稿，他是很平和，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是以政党轮替为目标，那么国民党一定要争取郭台铭董事长的支持，基本上就是很平和的说法。那我看到郭董事长的脸书也是写到很清楚嘛，他说我跟高层啊一路情义相挺，就是讲黄健庭秘书长，我猜啦。那在整个过程中还是要一并团结对外，要争取民意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收兵了。那为什么会收兵？因为大家不想要看到这么纷乱的场合。我昨天晚上拿了一件这个衬衫去干洗店，那个老板直接跟我说，他说林涛，你一定要讲一件事情。你叫郭董事长千万不要再，因为所有的民调他出来选都是会分裂，都一定会败的。而且他提到一个重点，他说郭董事长不是说这一次的初选不够完备吗？没有给他充足的时间。可是县市首长、民调、立委候选人，然后给他30天，全部都完备啦。那他说程序不完整嘛？好，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那请问4年前的程序有没有完备？
总是有公开跟朱立伦跟韩国瑜办民调完备了嘛？可是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撕毁党证退党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样的标准，你要让人家觉得再次造成这个所有的国民党支持者的伤害跟焦虑吗？所以我觉得郭董事长基本上他发这个脸书，我也觉得很好，因为他是很平和的要收场，每一个人都有台阶，每一个人都下来，每一个都平和来做这一局，我觉得这才是支持者要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刚才沈大佬说我们不要宠我们的什么总统候选人，其实没有，我们是鼓励、建议代替责骂跟谩骂。为什么？因为我也支持我们去发起这个看板跟全台公车的串联。支持者的团结的力量，那个气氛是起来的，我觉得是有效果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柯文哲昨天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要组联合政府，由最大党来推荐阁揆。他之前曾经讲说要组联合政府，昨天重点讲是最大党推荐阁揆，这两个其实是有一点矛盾啊。那因为所谓联合政府就内阁制嘛，内阁制的做法是像欧洲了哈，比如说几个小党联合起来然后呢，只要一个党它足够。国会过半，他就不会跟他组联合政府了。他如果国会不够，他可能要找一个第二名，找第三名，或是就算第一名也不够半，要找一个第三名或者找第二名过半，要过半的那这是联合政府。那如果说这个以法国来讲，我如果是这个不过半，那我就用最大党来推荐阁揆，这比较像是内阁制。这比较像是法国的制度啦，最大党来推荐阁揆。法国是半总统制或者总统内阁制啦，这样讲那他说，所以第一个，因为他说我立委不够嘛，民主党立委不够，那我法案送到立法院都不会过所以呢要主持联合政府。再怎么厉害，我最多就10几席嘛。他之前曾经讲说有8席不分区就算赢了，现在是5席嘛，对吧？现在5席，有8席也现在民调现在高起来，我要10几席，当然还要加上区域了所以呢，最大党来推荐那另外呢，这个那就问了，那如果说民进党是最大党，不排除民进党，他说不排除是确保政局稳定那侯友宜那边就说这是哪一制啊？你这是到底这是什么制度啊？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这个网友就说了那最大党你当选，那就赖清德当行政院长，因为赖清德民进党可能是最大党嘛，那总统你当选了，那立委可能民进党多，那你要推荐赖清德当行政院长吗？那而且呢，他是从企业界找了他说郭台铭呢，郭台铭不是企业界吗？说郭台铭年纪太大，要林信义。我刚查了一下，林信义现在77岁，比郭台铭还大4、5岁不过他可能现在又讲说当年的林信义那当年林信义，好不好？那另外呢，郭台铭传出来说有意并购民众党，柯文哲说他现在怕到不敢接郭台铭的电话。郭台铭电话来谁？郭台铭不要接，因为他并购我怎么办？他并购的选项很多，他可以并购这个并购那个，干嘛来并购我呢？他要并购什么呢？说当年高虹安这个以外的都没有被柯文哲这个看上眼，所以郭台铭又拿到亲民党再兜售一遍，说这个名单我有7个这个柯文哲挑了1个，剩下6个亲民党要不要等等看一下。郭台铭你也企业界啊？我还是希望年纪小一点的林信义，我就觉得不错不过他只当到行政副院长，我喜欢那一类的。才抛出联合政府概念，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透露，阁揆理想型是扁时期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至于郭台铭没考虑，反而先想起这段回忆。你安尼讲爆料伊3名当去啊？伊7个我经一个，我经到，我就挑高虹安按照说你会挑高虹安，那个稀有性。理工女的稀有性。郭董的商场操作拿来政治上用，时隔4年，柯文哲还是不懂。回顾2019年，除了高虹安之外，连内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还有当时郭台铭核心幕僚刘宥彤和蔡庆瑜，的确都在亲民党公布的不分区名单内。为此，两党还数度交锋。这个跟亲民党比呢？
强多了啦。没有亲民党支持你，你第2任可以连任吗？来，施宝兄，柯文哲提到说由国会最大党来阻隔，这个当然是一个内阁制的概念哦。那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就人家问他说，如果是民进党是最大党，这看起来有可能民进党最大党，国民党加民众党可能比他还多。那他说有最大党来的话，那人家很奇怪啊，那我选你干嘛？我选你就主要是因为现在60%几的人都希望下架民进党啊。而且柯文哲也讲，他的目的就要下架民进党。对啊，下架民进党啊！结果你还让民进党来阻隔，他推荐的人来阻隔，他讲得很清楚哦，他是由国会最大党来推荐，他不是说推荐以后如果不要我决定，他不是哦。这张三推荐不好，我换李四，李四不好换王五，这基本上就是民进党推荐的人。那大家一定认为是，那就民进党的人，那这样为什么下架民进党啊？民进党的话啊，所以这个话是很奇怪的一个话，而且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他应该讲的是，这个时候难道你不能讲说，我结合国民党一定过半？这时候民进党加国民党一定变成一个联合政府很巩固的基础，我的政策可以推动啊，阁揆怎么产生？我们一起讨论。他这样讲不是很好吗？他唯一我在想，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他用这个话来调民进党的票，调绿的票，就是这个目的而已，否则不通啊！人家想说，我选你当总统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啊，结果他没有讲过下架民进党。有，他有讲，他有讲吗？没有讲过吗？他不要，他怎么讲？他公开讲说，台湾民众党不说下架民进党，也不主张这个口号。那时候我就跟宝哥讲，他蓝绿的票都要啦，但这会有一个 bug， 就是说，在昨天以前，大家都以为他要当选总统，然后因为民众党人才不够，所以会借重国民党，让国民党的这个，因为国民党到时候立班席次来当行政院长，因为他人才库不够嘛。但是他这样讲完以后，刚宝哥讲的，原来民进党也可以当行政院长啊，那我这样子讨厌民进党人，还要不要投给柯文哲跟投给台湾民众党？所以这个话题因为刚起，有时候到后续可能还会有一点再做一点修正。他是不是已经确定了要跟哪一个党合作？因为看起来他说一定注定蓝绿不过半嘛，他希望蓝绿不过半，而且台湾民众党注定要联合政府，因为台湾民众党人才库不多。但你的联合政府的方向是跟任何一个党都可以，还是你是偏向于国民党多？那这个他要讲清楚，因为他要选举，不能在投票之前没有把这个话讲清楚。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大家现在很多人是不喜欢民进党，是要下架民进党，但是又觉得国民党乱有一点乱，或是说觉得国民党骂民进党没有柯文哲骂得好听，骂得凶，很多人是这样，所以呢就觉得说那我就投柯文哲，对不对？因为我不想让民进党当选。那如果柯文哲说我还可以找民进党来做行政院长，那赖清德搞不好当行政院长，那到底柯文哲是干嘛呢？在想什么呢？你说我的看法跟大家又不太一样。柯文哲平时是耍花枪嘛，就是胡说八道，然后把大家的水平都降到猕猴的程度。你公安那种把他给你你看他骂这个赖清德的大陆政策，就是跟刚才什么习近平讲暗等然后你拜公庙这些都是关公妈做东西来了，这是国民党骂民进党的讲法。爱情公这样多厉害，他最近他的主张又讲什么？他说反共不一定要反中啊，这些的贡献。我觉得台湾正确的立场，不管哪个党是反统反战，不一定要反共反中，这样才对，没有人敢讲但是现在柯文哲讲这个说，我如果当选总统，我找最大党的人来他们推荐的，我让他当阁揆。你刚才讲的我不是很同意我跟你讲，我们台湾虽然是已经接近完全是总统制，但是我们立法院每天的运作，其实除了阁揆同意权没有以外，几乎是100%的那个是为什么？因为总统制的国家，国会议员里头没有不分区委员，党纪没有这么强，没有不分区委员高达30几席，113席里头30几席要听党的命令，这个是内阁制啊。不是内阁制，部长都是国会议员，我没有哪个国会议员能够兼任部长。但是他不能有不分区委员嘛，那另外一回事情。我跟你讲，其实柯文哲讲的话，你不能完全否定，他是还算不错的。
你知道还是可以的。我是唯一肯定他的讲法是跟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想法，这个还是相对可以的。不是，他当然爱怎么主张的是他的权利啦，他可以主张要组联合政府，这是权利。他也可以说最大党推荐阁揆，但这两个摆在一起很奇怪。因为我不一定最大党啊，我如果2+3超过一半，这是我们联合，干嘛最大党？那干嘛最大党推荐？为什么要最大党推荐？对啊，当然是我们两个。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半，为什么不可以呢？不是，有一种讲法哈，就有一种讲法说，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说呢，柯文哲心里知道，他如果3党不过半。他搞不好跟民进党和如果3党不过半，他比较喊3党不过半，我跟民进党组阁，我当行政院长。你认为他没有这样想法吗？他自己当，为什么不行？所以不要表面上讲的是一回事啊。他当选总统怎么当？他没有当选总统嘛，3党不过半嘛。没有选上。柯文哲现在这样讲嘛，对不对？如果他没选上总统，然后呢，他3党又不过半，如果有民进党过半就不会找你的啦。如果3党不过半，他搞不好跟民进党说，我们来组阁，这也可能。为什么跟国民党联合呢？这个想法太遥远了。民进党的总统怎么会让他当行政院长？我跟你讲啊，你看阿扁当总统，他第一任就用唐飞，对，第二个用游锡堃，他才不会用你的人呢。不，唐飞是国民党人啊，只是不是国民党推荐而已啦。他开始唐飞不是国民党吗？他不会跟你国民党商量啊，民进党就是这种个性嘛。所以他现在抛出联合政府，他就希望将来去组阁嘛。那他为什么不说我国民党我们两个组？为什么要去跟民进党推荐呢？宝哥讲的对啊，他要绿票嘛，这样就有绿票了吗？他要降低，你绿票没拿到，你蓝票都丢了啦。对了，没有错了，没有错。休息一下再回来。他就是好。好，柯文哲要办演唱会了哈，那当然要找场地嘛哈。那本来说要借北流，哦，但是呢人家不借，所以柯文哲说世态炎凉啊，人走茶凉啊。我现在不当市长了，我连用个北流你们都不够用啊！哦，就你们那个太监哦，就是替拍上面的马屁才这样子哈。那结果呢？人家说，那你的规定啊，你当时说总统、副总统、立委、中央民意代表、地方民意代表不能使用这个地方啊。那你现在怎么人家不见你是你自己定的规定啊，对不对？这不是等于是作茧自缚吗？哦，那柯文哲说这是因为太监揣摩上意，但是想说啊，现在北流的总经理还董事长黄玉玲是吧？也是你当时柯文哲用的，蒋万并没有把他换掉啊。那谁是太监？黄玉玲是太监哦，所以他讲完了以后哦，昨天林珍宇在我们的林珍宇在这边昨天就道歉了。林珍宇就说我道歉，柯文哲这样讲是不对的，我向台北市这些公务员道歉哦。那所以呢，这个林珍宇哦，他在他的脸书上也道歉，昨天这边有道歉了啊。不过当然昨天大家也讲说，你道歉有什么用？柯文哲道歉有用吗？刚刚写柯文哲也道歉了哦，他道歉什么呢？说呢不应该骂市政府的太监户主，而且他用语不当会检讨哦。那透过脸书道歉，为自己用语不当道歉，并且深刻检讨改进啊。不过他票卖得不错嘛哈，立刻就秒杀，4分钟卖完嘛哈。那所以呢，媒体就说了，柯文哲示范的世态炎凉与刻薄，到底是世态炎凉还是你柯文哲太刻薄？我们看一下。脸书释出21秒，柯文哲唱囚鸟募款演唱会，歌单不止这样，还练了近期热门串烧，好不容易乌梅子酱加上我要你爱，首都不太简单，让粉丝超期待。8800元门票开卖4分钟就完售，342个位置抢购一空，支持者用行动力挺，但讲到演唱会筹备，柯 P 先叹气。本来想说夹带，你知道吗？假装要去唱演唱会，世态炎凉，你知道吗？我当市长，市长现在还不到3个月，就不让我在那里办了。我猜
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太监就解决掉，不会到皇上那里。安批北流是太监揣摩上意，听得蒋万而立，回击规定就是科室脚地。北流场地租借就有很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能涉及任何政治活动。应该北流表演厅档期申请和收费办法会议订定时间109年，表演厅活动不得有关总统、副总统、中央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竞选活动、政党党务活动或其他涉及政治性议题活动。文化局开酸是选举操作。要选总统的人，动不动都用明朝的宫廷戏，或者是清朝的宫廷戏来看待这个问题，他应该去问问雍正王朝吧。授书科办申请时序，今年3月24号前，科办先和公关室联系，并场刊24号提送正式租借申请书，内容涉及政治活动，北流告知无法在这举办。28号送交第2版申请书企划内容，删除较敏感文字。5天后29号依照规章婉拒活动申请。7月4号，侯友宜跟8名台北市立委候选人的活动，当时候他们回复我们也是行政中立，都不能使用。难道蒋万安也在挡侯友宜吗？演出者就是柯文哲本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那就因此贴上了一个标签。蓝白各自表述，反倒推升演唱会热度。来，这个晚会怎么看？我先讲一下刚刚在讲的哈，就是说他那天在那个媒体上在那个活动当中提到的，就是说行政院长要找这个到时候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得票数的这个政党来合作哈。我看了一下，其实他昨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在他的一个粉专，其实有特别在针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些说明哈。主要就是说哈，其实他这边已经是写他是提名的行政院长，应该要得到国会过半力量的一个支持啊哈。这个是他昨天在粉专上面最新的一个说明。那再回来讲这个北流的部分啦哈，我想他当时想要去北流办这个演唱会。当然也是基于他对北流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整个一个办理的一个情感当时我觉得他在这个谈论节目里面确实这个用词上面引起大家非常大的这个就是反弹呐那我想这个网络上的讨论也非常的多那在刚刚稍早的时候呢，其实柯文哲也已经在他的粉专说就是他要为他的用语不当来致歉他会深刻的检讨跟改进。我想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这件事情一直是他一直以来的主张，这一点是没有变的那他自己之前的这个选举办公室也因为这个有一些违建的部分，也曾经就是被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公务员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这次的这个发言的这个风波我想他刚刚已经做了一个道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来亮，你为什么说柯文哲惹意也没差？柯粉狂热，仅次于韩粉都很狂热，爱讲。现在的确也是发觉，不管柯文哲怎么变，以前怎么讲，现在怎么讲，然后这样讲那样讲都没关系。我因为那个直播现场就有一堆人灌进去在骂他了，柯粉还是帮他辩护啊，就是那个现场啊，那个现场。不过事后我知道民众党他的核心幕僚全部都要他道歉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今天早上去上民众之声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说应该会道歉，可是就是一直跟住了。他真的也是跟侯友宜不同形式的跟啊，他就跟在说我北流没有要搞政治啊，我是要用音乐会啊。问题是你就是政治人物，你募款不是什么音乐会这样募款的。对啦，所以我就说他跟住了嘛，因为当时有人讲你怎么卖8800块，侯友宜自己还说我是募款啊。那不就政治吗？是什么募款？是啊，所以实在没什么话好讲了。来，我看他有特别打电话给黄玉玲，跟他解释。对，其实说法就是那个差那么一点点他只要跟大家讲说，我好想去北流，因为我在市长任内把北流给做起来，但是呢，因为我是政治人物要选总统，所以我不能去，也就好了，不会有事嘛。你讲什么世态炎凉，人走茶凉，特别是讲了太监处理掉这个事情，不会去跟皇上讲。那这个就会凉了台北市基层员工的心。整个过程，你以前是台北市长，那当然啦，我相信柯文哲刚刚亮哥讲的，他原本也在那边想说，这干嘛道歉，过了就算了嘛。可是他刚刚决定要正式道歉，表示他也有在进化中了。老沈，我觉得政治人物跟运动的球队或球员都类似的地方，因为你当红的时候你不经过深思熟虑就乱讲一通你道歉以后会不会掉下来？不太容易。但是你正在低点的时候，你就像拉力头的小孩，人人讨厌。看看你即使考试100分回来，
北部看起嘛，刚刚这定地的，看没有，我不相信这个。我认为柯文哲这样的一个错误，太监说如果再多讲几次，民调会掉，一定掉了，没有说不掉的。世纪大翻车，过去这个柯文哲市长他没有讲话的时候，民调卡在那边，现在开始讲错话，我觉得民调一定会有所影响。我很担心，因为他讲那个联合政府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不管是蓝是绿，你要讲一个方向嘛，到底你台湾民众要走什么方向嘛？我现在很担心他用了这个行政院长会叫他是太监，说我行政院不